我哥从工作就开始贴补我，但他也就是一拿死工资的，自己家都揭不开锅了。我嫂子几次提离婚要带着孩子走，但是我姐拦下来了。我姐说以后她贴补我，不用他们管了。但他也就是一打工的呀，他能有多少钱？姐夫眼泪但不说，被婆婆嫌弃，家里鸡飞狗跳的，勉勉强强撑到我毕业了，总算能工作了。我工作找的还不错，家里能见着回头钱了，我爸可以扬眉吐气了，我也可以回报哥哥姐姐了。他们一直以为我是颗星星，呕心沥血投入了20多年，就指望着我一朝升天，照亮全家。结果呢？结果我告诉他们，我不行了。我告诉他们，我不是那颗星星。我告诉他们，我就是一吸干家里的黑洞。啊！回去吧，别管我。今天上午，冯胜利在路上晕倒了，被人发现送去了医院，所以我们才一直联系不上他。你说他也尿毒症，他父亲也尿毒症，这太巧了吧？那这个冯胜利家里面知道他的病情吗？瞒得死死的，他宁可让家里面认为他是个不孝子，也不想让他们知道，家里唯一的希望已经破灭了。看来这件事情满足不了他的诉求了。这样，书记啊，大家，你们呢联系冯连善，还有他那2个哥哥姐姐，好吧？那谢志，你这边在家属没信儿前，我还是去医院吧，免得冯胜利再次失联。好，没问题。哎呦，爸，哎，我爸都病成这样了，怎么还要折腾到这儿来啊？今天把你们一家人叫过来，就是想面对面的，特别是老爷子，了解下你们的诉求。你们确定？确定，35万必须他出，1分不能少。那老爷子呢？我儿子呢？你们应该让他去医院做检查呀。爸，你就当白养了这个儿子吧。我们要先拿到钱给您治病啊，您身体重要。那胜利给了这35万之后，老爷子治病够了吧？不够，我上次就说过了，我爸这手术加上后期的恢复，一共大概需要50万，但我俩现在凑一块也就3、5万，所以接下来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再找亲戚朋友借点呗。如果我哥捐这个肾，那我就多打几份工。那你们这年轻一代要是生了病咋办啊？这您放心，别看我俩这样，身体好着呢，没事儿。是你俩是没事儿，但法官，您别把话说一半啊！我儿子他是不是病了？他现在在哪儿呢？你让他来，我要见他。爸，他不会来的，他那都是装的。老爷子，您别急，您为什么认为他就是生病了呢？这不，年前他回来的时候背着我，老是偷偷的吃药，那药叫什么汤，我也看不懂，我就把他拍下来。哎爸，你们看看。我让隔壁老于家的孙子
上网查了一下，说这药啊是专门治肾病的。哎，那阵子啊，我就奇了怪了，他又不是做户外工作的，他那个脸色老是黑黢黢的，就像是那个慢性中毒病人一样啊。老爷子，您这精神头可以啊，您这可不像尿毒症晚期。爸，你没病啊？您这要是没病，您弄这么一出，您看把你俩孩子给急的，急成啥样了？我比他们还着急呢，多好一孩子，他要是真病了，我得帮他呀。我就是想让法院逼着他到医院去做检查。不是，爸，您这闹这么一出，这不是瞎折腾人的吗？你真是的，你就吓死我了！有你这么吓人的吗？你想让他做检查，那不有的是办法吗？他不肯去，你们谁能有辙？是。法官，那我弟弟，他是真生病了吗？哎，他得的什么病啊？尿毒症。啊？哎呀，今天阳光真好呀！给你看看，这是我奶奶从老家特意寄过来的苹果，特别甜，给你放这儿啊。我不欠你钱了呀，你来干啥？官司打完了还有售后服务啊，我们所是服务最全面的，我可是我们所的金牌律师。你这，哎呀，你把它拿回去，咱俩代理关系都结束了，我也没什么生意给你做了。怎么啦？不喜欢吃苹果啊？你这病我查过了，很多水果不能吃的，含钾太高，什么哈密瓜、橙子、香蕉都不可以吃，就这个苹果最合适。哎，喝口水。喝什么水呀？你拿回去！你出去！你们别管闲事行不行？我不需要你们任何人同情我。我跟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家人，我都断了关系。我为什么？我就是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这儿死。我求你们了，行不行？我谢谢你们来看我，我求你们了。冯先生，你冷静一点，有什么事咱们一起商量，对吧？现在医学这么发达，你这病肯定能治好的。我是尿毒症，我就是做了手术换了肾，我还能活多长时间？5年、10年、20年，就非得弄得人财两空，欠一屁股债才算完是吗？你把这钱给他们，你就跟他们说，放弃吧，我现在就是一废人。这钱得你自己给，这话也得你自己说才行。走走，走！哎，出去！冯先生，我走。哎，你去哪儿？哎，慢点！哎呦，冯胜利，干什么呀？胜利，胜利，出来！胜利，胜利，你们来的正好，35万在这儿啊，欠条你们赶紧给我打了，以后咱们就桥归桥，路归路，别再来找我要钱了。方胜利，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犯浑啊？为什么骗我们？生病了为什么不说？我们一家3口人，6个肾呐，怎么还不能余你一个了？好了，快起来。胜利，你是不是担心钱的事儿？我告诉你，现在大病，医保应该可以报销大部分费用，实在不行，咱还可以上网筹款。你欠多少人情，多少债，我跟你姐一起还。这活着还能让尿憋死啊？
儿啊，有病，咱就好好治。如果需要的话，爸爸这个肾也可以给你啊。爸，我知道你用心良苦，但我不治了。你们回去过好自己的日子。我已经拖累你们30年了，我不想也不能再看见你们妻离子散了。谁说我们妻离子散了？啊？你说咱嫂子没事儿，你别看她整天嚷嚷着离婚，她不舍得离开咱哥，她心疼咱哥呢。只要不让咱哥捐肾，她就不会说什么的。说什么呢？我不坏谁坏？他是我弟，我是他哥。哥，你就别争了，你挣的比我多，我来捐肾，你好赚钱还人家。他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能要你的肾呢？刘春丽，兄弟，涂胜利，别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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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激动，有什么咱慢慢说。爸，姐，哥，你们听我的，放弃吧，没必要了，真没必要了。我是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但姐那个时候也年年第1名。她为什么辍学去打工？因为我。咱们家但凡有钱，咱们家就不可能只有我一个大学生。哥，我记得，我都记得。我上大学用的是你的彩礼钱，要不是因为我，你跟走了，为了你都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姐没有你那么有本事，考不上重点大学，也进不了大厂，留不在大城市啊。那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生病了，公司随便找一个借口就把我调岗了。我现在这个样子，我算是留在大城市了吗？这么多年，我是想过结婚的。相亲对象还有那些介绍人，一听到咱们家的情况，立刻就冷淡了。我也不想拖累别人，过日子谁不想轻轻松松？勉强没有意义。像我这样的人，我根本没钱在天海买车买房，根本没钱在天海成家立业。我真要是结婚了，我养儿育女，家里人得照顾。要是遇到什么事儿，我挣那点钱，怕是全搭进去都不够。也不怪他们嫌弃我，搁谁身上谁不怵？孩子，我们不要你的钱，你只要能把病治好，爸爸不用你管。我能不管你吗？你是我爸。我就是个拖累，拖累别人，拖累家人，拖累社会，我就是拖累人。要不是我拖累了你们，咱们家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境地。是你自己有出息，你拿了那么多奖学金呢。是助学金，是勤工俭学的补助。我虚荣心，我瞧不起我自己，我怕我自己丢人，我才这么说的。不是。我好不容易工作了，我不说我回报你们吧，我现在还要拿走你们的肾，我还要再继续用你们的血汗钱，我做不到。是，姐夫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不反对，但他们凭什么？他们凭什么为我这个累赘受苦受累的过一辈子？凭什么？彭胜利，我理解你，我和你一样都是农村人。咱们两个真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了？这个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待值不同吗？你这是刻板印象。你也是个独立的人，你是个活生生的个体，你为什么一定要屈服于别人给你贴的标签呢？秦律师，对不起。哥，姐，对不起。爸，我让你失望了。别！
进，这刀尖马上都要戳我脸上了。我当时就慌了，我想这怎么办？这我闯荡了10几年了，这什么名气都还没出来呢，先毁容了，这以后还怎么拉客户啊？你说你可真够虎的哈！上回替周先生拦车，直接趴人车头上，这回直接冲上去了。哎，你说现场那么多人，大家不能一起想想办法，非得你自己上啊？当时我离得最近，肯定是本能反应，我当时也懵着呢。哎，那你再讲讲沈先生是怎么救你的？是不是一把把你抱住，然后用手弯出了剪刀？可以啊你啊，这不声不响的都开始英雄救美了。哎，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当事人情绪激动，险些伤人，我难道不应该阻止吗？该啊，但没让你拿手去挡啊。你是不是看人家快受伤了，你心慌啊？你第一天认识我吗？换作是陌生人也一样。你少跟这起搞调，避重就轻，狡猾至极。我劝你啊，去医院把智能监控调出来。调监控？调监控干嘛？保存起来啊！之后你俩结婚了啊，在那个婚礼现场，5米长的液晶大屏幕，循环播放，那得什么感觉啊？我都要相信爱情。沈燮之就是人民法官，他就是出于乐于助人，保护群众，换任何一个人民群众他也会保护的，好不好？拜托大姐，你想想，救人分很多种的，他可以直接把你拉过来，哎，抱住就完事儿了，为什么非得上前去挡那一刀呢？啊？可能我看错了，角度问题。你这个故事我已经听了3遍了啊，就这个细节一次都没变过。我告诉你，人的本能啊都是趋利避害的，他的本能反应应该是躲开刀，他不疼的吗？对吧？这就说明他想保护你的欲望已经大过了他的本能反应。哎呀，那就本能反应，救人嘛，一瞬间的事儿。哦，本能反应啊，那这属于是医学范畴了，那我可就不懂了。哎呀，要不然我问刘恋吧，反正他俩是室友，他应该知道的比我多。哎，你这年轻人怎么这么不讲武德呢？手机放下。对于你这种不讲武德的年轻人，我就得不讲武德。我是怕他受伤，就用胳膊挡了一下。换做任何人都一样，我俩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你确定？确定。当一片叶子找不到落下的方向。救人分很多种的，他可以直接把你拉过来，哎，抱住，完事儿了。为什么非得上前去挡那一刀呢？啊？我看见你的目光，我决定了要留在你身旁。这不声不响的都开始英雄救美了，你是不是看人家快受伤了，你心慌啊？让我做你停靠的海港，想在你的世界写下我的伪装。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伤口严重吗？今天都没好好谢谢他。想在你的世界还挺热爱生活。他今天吓坏了吧？要不要问问他？哎，算了，别让他误会了。我光嘴上关心，是不是不太好啊？算了算了，他肯定说法官律师要避嫌。
你轻飘飘吐出的标签，或褒奖，或贬低，以为就此看透了一个人挣扎的半生。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个被你嘲讽的他，可能是他身后一整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掏空积蓄压上未来，才勉强托举出的希望。那希望金光闪闪，却又摇摇欲坠。为了在异乡扎稳脚跟，他们不动声色地修剪掉自己的枝桠，剪掉沾着泥土的乡音，剪掉那些沉重的亲情纽带。他们埋头学习城市的规则，渴望融入，只为那一寸向上的生长。然而，生活的暗礁从不在意你曾经付出多少。一场重病，一次意外，就足以让所有努力功亏一篑。我一度以为这就是最坏的剧本，直到在家事法庭上，当亲情被重新审视，当爱在裂痕中再次凝聚，我才终于相信，无论命运如何颠簸，这世上总有一束光是为爱而亮的。一个一个来啊！来，扫上了吗？捐了多少自己说一下啊。我这个500，老韩500。谢谢大家啊对冯胜利的支持。师父总说，结案不是简单的一判了之。作为法官，如果我们不追根究底，层层透析，去理解他的困境，如果我们放过任何一个萦绕心间的疑问，迎接他的，也许就是孤独的死亡，一个生命的绝望，放弃。原来一个人的生死，很多时候就在我们的追问之间，哪怕这种追问会为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危险。师傅，什么事儿啊？哎，夫姐，刚才是不是统计给那个冯胜利捐钱呢？啊，是。哎，我刚才想喊您来着，一下给忙忘了。哎，我刚才出去打了个电话，一会儿我还得出去一趟。你们给他捐的多少？我捐的300。那我捐500。行，我现在给你转过去。好嘞，没问题。那您先忙。好，转过去了。好。谢谢申法官，谢谢法院的同志，也谢谢社会上的好心人，捐款我们已经收到了。太好了，大爷，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在这儿呢。怎么样啊？身体恢复的好吗？挺好的。你现在必须要好好养病了啊，都等着你呢。欠了这么多人情，都得你慢慢还。你放心吧，我肯定好好活着。我这以后要打官司，我还找你啊，你得给我打折啊。虽然呢，我是很想要案源，但是我还是祝你下半辈子没灾没病没官司。走吧。太感谢了，我们应该做的。哎，哟，儿子啊，怎么样？啊？没事。没事啊。哦，挺好。申法官，秦律师，申法官，你的伤好些了吗？皮外伤已经快好了，不严重。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要不是因为你，我当事人也不可能那么快筹到款。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现在就希望手术一切顺利吧。以后你要是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说。目前没有。我知道我们的关系比较敏感，也因为我总在京城法院门口趴活，总跟你在同一个案子上碰见，私下见面肯定不方便。但是这次你都为我挡了刀子，而且帮了这么大忙，你就算是我的救命恩人了。以后只要需要我帮忙，你一句话，我肯定愿意为你上刀山下火海。谢谢你啊，秦律师。但是我俩的关系，这个职业确实比较敏感，不能接触过多。要是被当事人看到的话，会引起误会，会更加麻烦的。明白。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的话，先走了。
再见，沈法官。妈，当年我大哥读大学的时候，你跟我爸给他借了多少钱？你那小本子还在吧？妈，我爸以前可说过，说那个老大混得好，以后不用替他操心，这个遗产呢就留给弟弟妹妹。啊，我记得。哎，这就对了。对，法官，你该敲法锤了。他们这是诱导性发问，诱供骗证。我爷爷没有立下遗嘱，我爸爸也没有不履行赡养责任。是我爸现在是混得更好，他也不在乎这份遗产。但是法律不是劫富济贫，你应该按照法定继承中确定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应分得的遗产份额的基本准则来去分配遗产。学法大的，法大的，厉害呀！我还有3年本科、2年硕士、3年博士，8年后我会来这做法官的。休庭。师兄好。哎，没事没事，干嘛？师兄再见。行，我再等你8年。没事，忙去啊。师傅，您已经真按照他说的判了？不然呢？案情清晰，证据确凿，教科书一样的案例，我不这么判怎么办？哎，这才大一呀，就狂成这样。也就是大一，没经过社会的洗礼，都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能改变世界。你让他到法院工作几年，没准还不敌我呢。这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哪是不怕虎啊，这是要吃大老虎。你以为这副庭长那么好当的？喂，丁女士。哎，秦律师你好。哎，您声音怎么了？没什么事儿吧？听起来有一点怪。啊，没有，我就是感冒了。啊，没事就好。怎么了？哦，是这样子的，秦律师，我下个月比较忙，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前开庭啊？提前？您是后面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吗？我下个月要公派出国，那公派的也推不了。那我尽量试试，好吧？哎，邢律师，您得帮我，您不能试试呀，我这真推不掉。行，我想办法帮你。谢谢您。怎么了？案子黄了？要那么速度，我倒是清静了。这丁女士说让我帮她调时间，所以呢？主要是我觉得刚让沈法官挨了刀子，这会又麻烦他，是不是也说不过去啊？你的当事人提出正常诉求，你就正常帮忙问嘛，这有什么不合适的？难道你心里有鬼啊？有什么鬼？问就问。尊敬的法官，我方当事人丁雅静因公派出国，时间与开庭的时间冲突，想恳请开庭的时间能否提前？秦律师，开庭时间都是安排好的。如果当事人有事，可以走正常流程申请。我目前是排满了，暂时不能提前。拒绝了，很果断，很官方。不可能，官方？官方的是你吧？人正常叫你秦律师，
你叫人家尊敬的法官？唉，确实，我这么临时找他，他答应我才怪呢。菲菲啊，你准备好了没有啊？这橙汁和可乐爸爸给你准备好了，但是爸爸建议啊，我们只喝橙汁啊，碳酸饮料喝完会打嗝的，会影响表演，好不好？哎，你再给他带杯热水。水壶我拿了，到了那儿再关，万一路上漏了。拿过来。在家倒了就行了嘛，去那儿那么多人，你到时候又让他一个人在那儿待着。万一漏了呢，真是。菲菲，你好了吗？哎，好了啊，来，我们把小书包背上。今天演出多久？差不多3个小时。菲菲，妈妈今天要交季度总结，太忙了就不陪你去了。到时候让爸爸帮你换衣服啊。哎，这后台换衣服的可都是小女生啊，你觉得我一个老爷们进去合适吗？这样吧，跟你们一起去吧，反正我去那儿也能歇。好。好，很快啊。抓紧时间啊。嗯。陈进。嘿，看我就知道您在。哎，展林，又没有茶叶了，柜子里自己拿。这把我想成什么人了？这媳妇儿做了几袋熊猫曲奇，拿给大家尝尝。做的挺漂亮。哎，不会是从孩子那儿抢来的吧？有，家里还有，做的多，给大家的我都分完了。这一袋是给您的，您尝尝。那好，老板。就谢谢了，大妈啊。嗯，好吃。嘿，这不是您00几年经手的案子吗？写回忆录呢？什么回忆录？哎，坐。您这经历，他必须得写个回忆录。就我这点经历啊，哪好意思写回忆录啊？只是啊，这不是快退休了，我是想重温一下这些年曾经办过的案子呀，结合现在的心境，总结一下得失，看一看以前走过的轨迹。不过你别说，回头一看啊，现在的很多想法和之前有很大的差别。您比如说呢？之前啊，年轻，不稳重，总是追求快刀斩乱麻。可回头一看呢，其实当时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关系，不是完全没有挽回的余地。这个我觉得您不能太自责。这咱法官每年手上多少个案子，哪个案子咱们没有尽全力沟通调解？哪个不是法理基础上的情理变通？你说的对啊，而且现在啊，时代不同了，司法体系正在不断的进步。但是现在你们所有同志身上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相比我们那个时候，你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如果再对自己提出过分苛刻的要求，那人就快疯了。我只是之前有些案子呀，觉得可惜呀。哟，对了，您这一说压力，我想起一事儿，这事儿憋我心里憋很久了。干嘛还憋着呀？你说。我就有点担心，你知道吗？但是我毕竟只是外人，有些话实在不好多说。当然，我跟您这儿我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我就跟您直说了，您就一听。自从彤彤出院之后，我就觉得舒静对2个孩子，他有点过于紧张了。他把彤彤的遭遇和菲菲的转变，都归咎到自己身上了。他这状态不大对头。嗯。看到了，最右边那个树洞，看，真的一动不动，倒是伸出2个树枝摇摆一下也好呀。他能愿意上台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书静吗？哪位？我是给您家送货的司机。您不是在商城订了一个五斗柜吗？你家住在龙旗湾小区2单元803号，对吧，舒法官？你怎么知道我是法官？啊，这货正好我送，巧了不是？我是赵新民，我媳妇儿李明明。你爸叫赵建国。啊，对，您想起来了。舒法官，这事儿吧，说起来有点复杂。电话里边吧，3句2句说不清楚。咱们一起吃个饭，当面说吧。有什么复杂的？你的诉求就是你爸妈的房产归你，你们今后判决就行。你不要再私下跟我联系，又得给纪检打报告了。菲菲呢？应该是累了，缩进去了。书里没人。菲菲，菲菲，沈法官，哎呀，您可算过来开车了。刚下班吧，没吃饭。这是我奶奶从老家给我寄过来的，特别好吃。谢谢你的好意啊，但我平时不爱吃糖。真的是一点心意，特别便宜，你收下吧。你不吃也可以分给同事们吃，拿着吧，很便宜的，不值钱。谢谢你。应该是我谢谢您才对。哎，沈法官，那个，您看救命之恩没齿难忘。上次您帮冯胜利，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哎，你也说了，我不能再提这事儿了。之后您看也能不能再帮我一下丁律师的案子？他确实想提钱，之前也跟您说过。喂，上回。沈法官，你现在在哪儿？刚下班，怎么了？你没看群里吗？菲菲丢了。我们现在去剧院一起帮着找人，你能过来吗？好，我现在马上过来。等等。先不用了。找到了？不是，乐姐说，彤彤发消息来了，说菲菲被他绑架了。菲菲被绑架了？嗯。尊敬的舒静法官，又见面了。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您的宝贝女儿菲菲正和我在一起呢。上次见面的时候我说过，总有一天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让所有掐过我后妈的人都得到惩罚。你是第一个。顺带再送你一份大礼，你老公侵犯我的证据。在他脖子上有一块红色胎记，你不会不知道吧？当初你们沆瀣一气，想到过会有今天吗？现在的你，后悔了吗？彤彤这次就是冲着我来的。那些案子不是早就调查清楚了吗？怎么他还揪着你不放？在彤彤眼里，我们法官和警察都是一丘之貉，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报复。刚才他说脖子上有红色胎记，那是什么？大概又是他的臆想。医生说彤彤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导致记忆错乱。老练脖子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红色胎记。我想起来了，我脖子上确实有过红印，在彤彤出事那天早上，我在门口碰到过彤彤，当时她正准备去上学。那天我脖子上确实有道红印，但不是胎记，是你的口红印。你的意思是，彤彤是把口红印当成了胎记？对，当时我着急出门，可能被彤彤看到了。等我到了单位，大家都取消我脖子上的口红印，所以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当天晚上，彤彤就出事儿了。之前我一直想不明白，彤彤为什么一口咬定就是我呢？那肯定就是因为这个红印。所以，真正的罪犯脖子上有一个红色印记。这个线索太重要了。之前几起针对年轻女孩的恶性案件，从作案时间、地点
选择到犯罪手法都高度相似，明显是一个人所为。但嫌犯极其狡猾，每次都会清理作案痕迹，又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加上没有现场目击证人，这个案子一直没有头绪，现在终于有了突破口。这个红色印记的特征就是锁定真凶的关键，只有找到真凶，彤彤才能放下心结。你们家长也别太担心。监控显示2个孩子还在本市，我们已经加强了交通枢纽的布控，相信很快就能找到他们。依我对彤彤的了解啊，她虽然有些偏执，但还不至于伤害菲菲。这2个孩子从小形影不离，感情比亲姐妹还深。彤彤现在大概只是想要用菲菲当筹码。我知道。恶人先告状，你进去吧。他想要逼我认罪，想要用菲菲的安全来击垮我的心理防线，但他绝对不会真的伤害菲菲的。所以我们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这样吧，我先送你回去，你好好的休息一下。你我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总有些问题种如山，要怎么把人间烟火缝补，让恨释怀爱能如初，开垦生活的荒芜，同行一路多盼望。让我做破晓的风，吹散所有苦痛，让我做单身的舟，公道自在。人心之中多少呼喊，挣扎着迷茫着等待回声点燃的火，回应诉说你应该幸福，这掷地有声。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你过得好吗？为何而挣扎？总有些问题种如山。